那阵子我非常害怕听到我的手机响，10之8九都是坏消息。这个血氧指数怎么这么低？妈妈的手这么肿，然后没有办法打药进去。我人一直在新加坡，在工作中，所有一切都是通过视频。多恐怖啊！整个晚上哪里能够睡啊？下班了吗？我要。他的眼睛一直看着一些奇怪的方向，他说他很怕，整个人已经开始肿了，出现很多淤青。后来他开始看不见。10月28号晚上的时候，我爸就打了视频来说：“你们妈妈走了，你们妈妈走了，那个心跳已经停了。”我是用喊的，没有办法冷静。我说：“妈，你要牵着耶稣的手，你要牵着天使的手。我不知道他可以牵谁的手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在他的世界里面他看到的是什么。”其实有很多话没有对他说，因为我让他要去牵谁的手，牵神的手，所以我把这个机会用掉了。如果我有机会，如果我还有机会跟我妈说的话，我会好好跟她说谢谢。还有对不起这些很简单的东西，因为这些很简单的东西，其实我都没有亲口说过。我见过浩瀚的海底，也体会过高山反应，却忘了你总盼我的轨迹。我为梦想日夜拼命，大小事拿捏精明，却没算好你离开我的年纪。才发现好多事都失去吸引力，而你多努力，我又怎能自暴自弃？想跟上你一样，画风雨做泳衣。哦，停停又停停，不见你的脚印。时间啊，时间啊，一分我是黄英毅，来自东马的15省。我在新加坡的工作是剪辑师。我会写这首歌的起因是因为，2021年的时候，我母亲过世了，不舍她作为一个这个世界上给我最独一无二爱的一个人。最想念她的是那些每天打来嘘寒问暖的语音。存了可能有80条，就再也不会增加了。我妈刚过世的时候，我是失魂落魄的，我的一半也已经死掉了，就跟着妈妈一起死掉了。这是一个很强烈的感受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那我还活着的这一半，我不知道拿它怎么办。这是我妈最后一次送别我的地方。然后她那时是从那个登记柜台那边陪我排队，
然后一路就这样子陪着我到了这个出境口，他不能进去了，他就会待在那里目送我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本人。通常我飞回来是想要帮他尽可能减轻他的负担，家务事啊，或者是照顾小孩方面啊。我回来也一定会看到，打开门，他一定是他来迎接我。这是我妈，就只剩下一张照片。她走后，有些是有情感的东西，通常会先收一边，因为那些东西有它存在过的证据。给这个是他最大的地盘，然后因为他实在是很金砖厨艺什么，然后他的东西挂得满满，他比较没有这种收纳的概念，然后他就觉得哦有地方他就贴一个钩，这边有一个地方再贴一个钩。这桌子如果他还在的话，基本上不会空的。祝你生日快乐，耶！他去休息，我们走来走去也会偷吃。哎呗，有一点冒险感，管他的，偷吃他的东西就偷吃他的东西。结婚当妈咪，这10几年来，其中有时是我。这样吗？可我跟他绑太紧了啊，很痛哎。绑太久了。我妈常常跟我们说，她的童年是被爱的，送给人家家当养女，收养她的家庭也只让她上到6年级而已，就不让她继续上学了。我妈婚后就生了5个孩子，她一直觉得我们应该要更好的把自己有才能的地方发挥出来，该绽放光芒的时候就要绽放光芒，不要有任何条件去阻挡我们去发光发热。这样，我21岁上大学在 KL， 然后我就去了新加坡。我在外面自己一个人闯荡这么多年，我觉得我很可以，因为我是一个很独立、很坚强的人，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不太需要妈妈在我的生活里。一直到有一次，我遭遇了不幸的事情，我被色狼袭胸了，我就打给我妈妈了。我妈其实在一片南中国海以外的东马，我在西马，我觉得她会先说：“你为什么没有保护好你自己呢？你为什么这样那样呢？”可是她并没有，她就很简单的说：“好了，你没有事，你 OK 没有事，很简单的。”然后当下我就开始哭，我总觉得她的一句没事，才验证了我是没事的，我才能接受我自己是没事的。哎，我居然还这么需要妈妈。我亏欠我妈的部分是，我觉得跟二姐比起来，我好像不够爱我妈妈。但是如果我不跟二姐比较的话，我已经在用我的方式在爱她了。妈妈过世以后，我二姐就做了一个很重大的决定，她就回来实务生活了。她已经有答应过我妈，她迟早会离开新加坡，回来跟她一起生活。哎，掉了。我很少在家，我看着你怎样做。所以我全部做到完，我跟你讲。回来照顾这个家，很多事不懂不会做，答应过妈妈的事情，我必须要尽力去做到。比较崩溃的是后花园，太多他喜欢的植物了，就是他生前一直照顾得很好。我回来，那些植物都枯萎了。
悲伤可以被简短的理解为一个你不想要的改变，它是我们生活中发生任何重大的转变所带来的一种深深的失落感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 to mama. 唱快一点，唱快一点。父母亲就是有权威的人，对不对？父母亲走了，你失去了不是一个人，也是他们在我们生命中扮演的不同的角色。一个可以依靠的人，像我们的啦啦队啊，我们的什么什么的，这些角色都没有了。我妈从来不会对孩子有物质上的要求，她非常罕有的跟我提出要求的是，她看了电视，她非常被挪威的美景深深吸引。她跟我要求过要带她去挪威玩，我没有及时履行这个承诺，是因为我接了很多工作。去外面看风景，他是忍痛，因为他脚已经很严重了，他的膝盖。对他脚很难走，然后要走很多路，而且是爬坡，你知道吗？他第一次看到雪，碰到雪的。他有玩嘛？他有玩雪他有拿那个雪。我去附近找一颗大大颗的啊！你看这个嘴巴笑都裂开来了。这个时候我带他去拍照的这个照片，就是自然就是那个，就是他的遗照，就是他。我知道，那时候是你选的，只有你手上很多他这些照片。哎呀，我觉得我二姐她很敢爱，她就是付出也很敢下，所以我觉得跟二姐比起来，我好像不够爱我妈妈，这一点对我来说是很痛苦的，很愧疚，然后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件事情。你们如果有准备回来的话，你早要跟我微信。愧疚在悲伤与失落真的很常见哦，常听到两个字：如果。如果我可以通过这些我妈给我的栽培，然后如果我稍微有一些可能好消息想要跟她，好不好？我们用“就算”这两个字来取代“如果”。如果当初我早一点带她去医院，可能她就不会过世。就算当时我早一点带她去看医生，也不一定能改变结局。听起来很冷哈，但是它让心里的那个内疚的那个结松一点点，让这个卡住的地方有多一些的呼吸的空间，让它去放下那一口气，让别的东西有可能性进来。Welcome。我妈妈很想要去挪威旅行，可是那个时候我接了蛮多工作，然后挪威也不便宜嘛，就是实际考量的话，我觉得我需要先把工作处理好，拼一拼先，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，不应该拖的。人还活着的时候，他在意的东西会改变。如果你妈妈再多活着4、5年，她在意的、她不在意的，她的一些 priority 也应该会有改变哦。万一她的身体也比较没那么好，她自己也会考虑这些点，然后可能那个旅行的地点开始慢慢越调越近。这是我想到的可能性。是他自己是一个有转变的人，有可能性。所以今天的挪威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很重要了。是吧？如果现在给妈妈打一通电话，你跟妈妈说，妈妈，我很内疚，我很内疚当年没有带你去挪威，我很内疚，我太忙没有去做这个事情，我没有给你这些时间，我对不起你。你觉得妈妈现在的妈妈会对你说什么？他一定会说没关系，他一定会说没关系的。有时候内疚好像是一个有陪审团在你前面，对不对？你的情况是
还没有审判，你就把自己关进去，把那个钥匙都丢掉了，对不对？你自己审判了自己。但我也要问你一下，这个陪审员是谁？其实就只是妈妈，对不对？最重要的人就是她嘛，她决定你 guilty 还是 not guilty。妈妈宽容了你，你也可以开始学会放过自己。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哈，人有2次死亡，第一次是当他从这个世界离开的时候，那下一次是当生活中再没有人提起这个人名字的时候。这句话其实它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啦，就是死亡它可以带走一个生命，但是它不需要结束这段关系。我觉得我妈妈肯定是还希望我们得好好的活着。后来我就机缘巧合下去上下舞蹈课。踏长走了，走，手 and 手 and。小时候其实我妈有让我去上那种儿童舞蹈班，上过1年，所以这也是其中一个很熟悉的感觉。所以我在如此高龄再去上回舞蹈班。2、3，踏，然后往后扶，懂吗？然后走。老师他跟我妈妈有一些共同点。我常常会有一些小动作，我妈会斥责我说：“你这样子就是很不自信。”然后我就发现我的老师他也会这样，他也会指出你这样子是不自信的，好像那个很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。依依同学，他会发现自己的不足，然后他想要去弥补，但有的时候他不知道从哪个方向入手，然后他就着急。舞蹈的时候，他跟我以前我妈妈还在的时候，那个很乐观、不太有什么烦恼的那个样子是像的。我怎么形容我舞姿啊？这些都是他喜欢我做的事情，就是要活得很阳光，这样子。新冠病毒刚开始发生的时候，其实我有1年待在家，所以那个时候有机会做一些小吃啊什么什么的。我是妈妈亲口说过，她很放心的一个孩子。我只要保持我不学坏，我都一直是她满意的孩子。你看哦，小心哦！哎，面包搞到你切厚一点啊，不要这么薄啊。我妈她有吃过。他没有夸我说哦好棒还是什么，他就默默的吃了很多，然后他叫我多做一个，他要去送给亲戚，他敢拿去给亲戚就是炫耀这样子。妈，这个我做的面包你试一口看一下。朱古力啊，朱古力对，打几分？80分。这么不可以给我满分呢？满分人家很骄傲的，对不对？妈妈希望我有那些好的精神、好的观念，这些女生一定要自爱，然后自立自强，这样做就没有错了，就这样继续吧。我们初期来扫墓的时候，都会默默各自哭各自的，后来久了，开始觉得妈妈好像也是去了一个我们担心也担心不了的地方。啊！我会想要问他，问他在那里好吗？还怕吗？应该不怕了吧？妈，我写的歌有一首你没有听过哦，是写给你的。我唱给你听啊！我见过浩瀚的海底，也体会过高山反应，却忘了你总盼我的归期。
我为梦想日夜拼命，大小事拿捏精明，却没算好你离开我的年纪。后来我爱看人相聚，说着用着心记而起。每个人跟父母的关系，重逢又分开，重逢又分开，永远不知道下一次的重逢是几时，很有可能你某一次的分开就永远的分开了。像跟上你一样，化风雨做泳衣。也许你觉得你没有那么需要你的父母，或者你觉得你够爱你的父母。说真的，你在失去他的那一刻，你才会知道你有多痛苦。命运啊，命运啊，一停转没筹码。唱完了，可以吗，妈？一定要珍惜每一次的相处，该让它圆满的事就让它圆满的收尾，这样子。